那钓鱼竿可是姜太公用过的世界神奇的宝贝，能助你摆脱霉运，只卖300块钱。这位爷爷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出来摆摊，真不容易。可是我身上也只剩下这300块钱了，如果帮他买下这鱼竿，我就连饭也吃不起了。算了，我年轻力壮，饿几顿也没事。好，这钓鱼竿我要了。小伙子心地善良，是个好苗子。这宝物终于找到它的主人了。明明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还帮别人，我可真是个烂好人。算了，反正鱼竿也买了，掏一竿看看吧。鱼钩怎么卡在木头疙瘩上了？这东西模样怎么有些眼熟，好像在网上看到过。这竟然是何首乌！这竟然是何首乌！何首乌可是十分珍贵的中药材啊，补益肝肾，益精血，养血生发，可遇不可求啊！我竟然用这鱼竿钓上了这样一个宝贝，把这个何首乌卖掉，我就有钱了。这鱼竿还真是个宝贝啊！得什么病了？啊，没什么病，我来卖一味药材。什么药材？何首乌。何首乌？你知道什么是何首乌吗？不是，这木头疙瘩是何首乌？你在搞笑吗？客人的药抓好了吗？好了，老板，我这就去拿。你还不快滚！这是年何首乌，看它的形态成色，估计不止100年。之前在拍卖会上看到一块残缺的都要200万，他这块竟然这么完整。手里的这是何首乌吧？你有意向卖给我吗？这真的是何首乌？这真的是何首乌？就你这种不识货的，还当什么医生？愚蠢！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出手何首乌。这位大哥，你能出多少钱？最多300万。您是真当我不识货？4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小兄弟，400万确实有些贵了，能不能降一些？好，400万我出了，咱们留个联系方式。小兄弟以后还有什么货，还可以卖给我。爽快，打到我账户就行。账户到账400万元。太好了，有了这400万，我还打什么工啊？而且老爸的心脏病也不用再拖了。爸，我赚到钱了，你就安心在这里住着。医生说，您这病静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儿子，是爸，连累了你。爸，我是您儿子，这儿子照顾老子属于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您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再去想办法赚点钱。上次这个宝贝鱼竿给我钓上来一个400万的何首乌，不知道这次能钓上来什么好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破戒指啊！看来并不是次次都能钓上来好东西。我的鱼竿呢？不会是这个戒指搞的鬼吧？喂，把我鱼竿交出来！这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空间戒指，只需要一个存放的念头，物品就可以放进戒指里。同样一个取出的念头，就能把这个物体给取出来，而且里面的空间也是无限大。鱼竿宝贝，你太棒了！竟然钓出来一枚宠物戒指。有了这个空间戒指，简直太方便了。出。喂，王大娘。小耗子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，你二姑出事儿了。醒醒，快醒醒！这帮挨千刀的真是丧尽天良，我好好的药园被他们给糟蹋了。二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仁义堂的那帮畜生
他们来收购我的药材，本来都谈好价格了，最后交钱的时候非要再压低价格，我不同意，他们就打人，2000块的药材还被他们抢走了。竟然欺负我们果香村的人，他们这群狗！二姑的事儿，我必须去讨个说法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仁义堂的，哥几个在你们村蹲了半天了，没想到还真有不怕死的敢过来啊！动手！妈的，跟仁义堂作对，活腻歪了是吧？瞪你妈！把他给我关起来！我这是被关进了地下室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作死你，喊什么？不想挨揍就老实待着。又能垂钓了，可这里没有水啊！哎，不管了，直接抛吧。竟然真的可以！这个鱼竿越来越神奇了。鱼竿宝贝，给我钓上一个能助我脱困的宝贝吧。姜太公所创的修仙功法，难道这些都是姜太公的传承？又是姜太公的钓鱼竿，又是姜太公的无名修炼功法，这世间竟真的能修仙！灵气在身体内四处游走，啊，好温暖。用了不到3个小时，就已经第1层圆满了。难道我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？哎，身上伤完全好了，而且头上的血也没了，体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，而且身上这个力量也感觉像用不完似的。该结束了。来，整一个。你哪来的这么大力气？你肯定是怪物，怪物！说吧，你们2个想怎么死？这么装的？还怎么跟砸到石头上面一样？怪物！神医堂，你们恃强凌弱，对我殴打囚禁。但现在我既已修成仙法，又何惧你这个资本巨鳄？有人吗？给我滚出来！水，给我水，水。喂，醒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水，给我水，水。水来了。这仁医堂是怎么回事？大白天的只有他一个人，还晕倒在地。谢谢你。你是来推销中草药的吧？说吧，有多少？最高价我一概全收。我不是来卖草药的，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。仁医堂的老板就是我。你是仁医堂的老板？嗯。那我真不该救你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们收购药材强买强卖，不但打人，还囚禁了我。你说我该不该救你？我不可能干这种事。不过不管是不是我仁医堂干的，我会给予你们10倍的赔偿。他不像说谎，难道此事另有隐情？小玲，你先躲在诊室里，不要出声，快点！小玲，我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。前面你给我滚开！彭玲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的人已经被我支走了。不过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醒来的，
但这药效还在吧？千明，你给我滚开！你叫吧，叫得越大声，我越兴奋。今天没有人能来救你的。是你小子跟这娘们是什么关系？没错，情侣关系。他每天晚上都来找我。千明，就你还想娶我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就是他抢我们的草药，还囚禁我。他是为了针对我才波及到你们。你能收我们村草药就行，我先走了。镇长，就是他解决了咱们村药材出售的问题。镇长好。不错，是个好小伙，解决了我们这一大难题啊！小江同志，正好呢，果香村老村长要退下来了，不如你来当果香村的村长如何呀？好，我同意。让我当村长，我有储物戒指，可以靠储存运输赚钱。当村长能利用全村的资源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乡亲们，大家带着家里的中药材到村委会集合，我能提供更好的收货渠道。小浩，你说的收货渠道可靠吗？大家这点可以放心啊，这次的收货商会按市场价格，甚至说是更高的价格来收购。小耗子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也相信你，相信你。哎，耗子叔叔，卖的钱能给我买雪糕吃吗？到时候叔叔挣的钱都给你买雪糕吃。谢谢耗子叔叔。行了，大家把药材放这儿，卖完之后我会把钱分给大家。好嘞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恩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想找你办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我想让你按市场价收购果香村的中药材。我可以给你高价，不过我需要先看看药材品质。行。你的药材比市面上的品质都要好一些，我可以再加1成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来，庄姐，拿着。不错。这是你的。还是小浩有本事啊！以前甘草都是几块钱1斤就收走了，现在居然能以20几块的价格卖出去。这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，主要是咱们村的这个药材就值这个价钱。看这是什么？谢谢耗子叔叔。乖啊！这次我净赚了50万，有了钱我还要长生无敌，等把草药卖完就去修炼。没想到啊，这大山里的灵气竟然会更浓郁一些。筑基了，感觉丹田比炼气时期扩大了1倍不止。这力量也是倍增啊！不过是突破到筑基期，就快要把周围的灵气吸干了。下一个境界要去哪儿突破呢？这么快就能锤掉了？不知道这一次又能钓上什么宝贝呢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去，这到底是什么珠子？为什么蕴含的灵气如此充盈且纯正？这珠子里的灵气不知比这男生的灵气浓郁了多少倍。看来之后突破所需的灵气再也不用愁了。难道这鱼竿能听懂我说的话？我刚说完缺乏灵气，就垂钓到这个神奇的珠子。喂，你是活的吗？这也不行啊，完全没反应。难道真的有这么巧吗？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小江啊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们说这条路是果香村的根基，不能动，动了整个果香村就会出现灾难。你们这是干啥？这条路炼气灌斗场路都烂了，
不修怎么把村里水果送进去？小浩啊，这路真的不能再修了啊！人家唐大仙说了，这条路是咱们村子的命脉，你挖了命脉，咱们村子可就彻底完了。这不都是些封建迷信吗？什么封建迷信？小小年纪不要胡说八道。刚才我路过此地，发现此地命脉不稳，我好心过来提醒你们，你们却不领情。大师不要生气。小浩还不快给大师道歉？咱们村能不能安然无恙，就全靠高大师了呀。这条路现在已经阻碍了咱们村的发展，要是不修的话，咱们果香村会一直贫穷下去的。贫穷又如何？总比给村子带来灾难要好吧？不过这事儿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刚才呀，我跟土地公公通了灵，土地公公说可以帮我们把果香村的命脉移到别处。要香火钱是吧？不拿香火钱代表心不诚，只要10万块钱，土地公公就会帮我们出手。原来他们几个是为了骗钱，我可是修炼了仙法。既然你们这么敬畏神明，我就假扮一下好了。你会通灵是吧？恰巧我呢也会一些通灵，这样，让我把土地公公给请出来吧。唐大仙，你可知罪？你是什么人？唐大仙，这么多年，你假借神明的名义坑蒙拐骗，可知罪啊？土地公公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请您饶恕我的罪过。土地爷爷，这不怪我们，都是唐大仙，他骗我们来的。再有下次，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。都回去吧。好，我们立马就走。你瞅他们那个小胆量。小江，你是小江吗？宝哥啊，怎么你也信了？哎呀，我这都是些小把戏，就是能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浑厚一些，都是骗人的，哪有什么土地公公啊？你这家伙也快把我吓坏了。那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就继续施工。兄弟们，那我们撸起袖子继续干。好。鱼竿钓出来的仙法就是好用，可惜就是再钓不出来能卖钱的东西，得赶紧把罐头厂办起来了。村头的罐头厂是3年前镇上招商引资开设起来的，不过因为经营不善以及运输问题，不到1年就倒闭了。现在这收购罐头厂对咱们来说只有利，咱们村的果子那么甜，到时候等大路一修好，生产线再转起来，我们就能源源不断的将罐头投入市场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头子上的电话就是这个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果香村的新任村长，想问一下，收购您的这个村头的罐头厂大概多少钱？80万。溢价这么多啊？是这样，我们村现在正在大力发展农业，你们留下的厂房占据了大量土地面积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出资50万购买您的厂房还有设备。要是您不愿意出手的话，还请你们3天之内把设备还有厂房清除掉，把土地还给我们这些穷苦百姓。好，50万。叔，这卡里面有50万，罐头厂当年开设就是你对接的，这次还是你来吧。行。对了，我刚才看到一个罐头厂刘师傅的电话，如果我们请他来做技术指导的话，他愿意吗？刘师傅呀，你要打电话，他肯定愿意来。当年罐头厂关闭，要说最不愿意的就是他了。刘师傅对那些机器疙瘩的喜爱，那可是出了名的。刘师傅，我想请您当这厂里的技术指导，到时候厂里所有的设备都由您来管，工资您来提。工资多少没关系，只要让我跟这些设备一起工作就可以了。认真源于热爱，这里的技术问题交给刘师傅是没问题的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有了您的帮助，厂里这些设备的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。放心吧。今天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是想通知一件事，咱们村的这个罐头厂过几天就会开始重新运转，要是想报名的，可以来咱们老村长这边签字报名。那罐头厂不是倒闭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始招工了？对呀，之前那罐头厂开了不到1年就倒闭了，这次不会还像上次一样吧？是啊，跟上次一样。大家先安静一下啊！大家听我说，这次这个罐头厂是完全属于咱们自己的企业，它会一直运转下去。
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有想报名的可以来老村长这边报名啊！我要报名，我要报名，让我先报名，大家别急，好，都排好队，排好队，明吧？乡亲们这么热情，我一定会带着村子富起来的。小浩，罐头要用的玻璃罐，我已经跟别人谈妥了，就是市面上的卖价。最近我一直在忙罐头厂内部的事情，辛苦王叔跑这跑那了。跟你比起来，我这点事儿算啥？我每次回到村里面，看着大伙咧着嘴笑，我就打心底里高兴。看来选你当这个村长没有赌错。这都是靠大家支持，要是大家不支持的话，我也做不成事儿。不说这个了。对了，现在罐头市场都已经饱和了，咱们的罐头要是卖不出去咋整？这个不用担心，王叔。咱们这个罐头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端路线，就是不搞任何添加剂。那销售渠道呢？我有一个高中同学，虽然说我们几年没见了，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他现在是省城大红发超市的经理。我和他都已经联系好了，咱先在那里上市看看效果。那太好了。对了，咱这个罐头叫啥名呢？就叫甜美罐头吧。好。李恒，江志浩，来，快坐。你小子可以啊！现在这才几年不见，也是干上经理了。你也不赖啊！我以为你辞掉工作后你就废了呢，没想到摇身一变当上了村长。不说这些了，东西呢带来了吗？你自己尝尝就知道了。40%是纯果汁，剩下60%纯果肉，零添加。你尝完之后什么都知道了。这也太好吃了！我们商场卖的罐头没有一种能比过它。那你给我上架吧。这一次我运来了6000瓶左右。你运来的太多了，我一口气吃不下。要不这样，我先上100瓶，销量不错的话能向上级申请，这样才能吃下你所有的罐头。没关系，那咱就先上100瓶。喂，李恒，今天卖的怎么样？100瓶只卖出去了3瓶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也别太着急，甜品罐头毕竟是新品，消费者听都没听说过，再等2天看看。行。为什么只卖出去这么一点儿？这个价格比其他品牌高了3块，15块钱一瓶，但我们的品质值这个价呀。再等2天看看吧。看，那居然是陈静。长得好甜美啊！但是陈静是谁啊？陈静是谁你都不知道？他可是省城电视台当红主持人，还是向阳慈善组织发起人，微博粉丝量直逼300万，无论老人小孩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啊！这商家也太能吹嘘了，零添加怎么可能啊？最近台里正在筹备一档食品安全的节目，他要是敢弄虚作假，我就曝光他。好浓的香味，难道是加了一些特殊的添加剂？这是纯纯正正的水蜜桃果肉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真的好好吃啊！真是太美味了，这么好吃的罐头一定要安利给粉丝。大红发的这款罐头真的超级好吃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本人已亲测，宝子们快冲！罐头什么时候来呀？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罐头，啥时候补货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商品出了问题？李经理，不是商品质量出问题了，而是我们卖的一款罐头爆火了，但是库存只有90多瓶，已经抢完了。大家说如果买不到就不走了。是不是甜美罐头？没错，我听他们说是主持人陈静推荐的。我告诉你，甜美罐头火了，你赶紧让司机把罐头送来，不然我这商场就被拆了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排好队，保证人人有份儿。快给我拿20瓶！我要10瓶，我要30瓶，给我来50瓶。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昨天晚上，我们省台的主持人叫陈静，发了一条推荐甜美罐头的微博，
直接爆火了，咱们真应该感谢他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你看看。不用看，我信你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是来找陈静的吗？如果你是来找他的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。啥意思？每天都有人以各种理由靠近陈静，不管带了什么礼物，都被丢进了垃圾桶。你还是省点心吧，陈静不会同意的。没想到陈静的追求者这么多。谢谢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多有钱，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！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！我想你误会了，陈小姐，我并非你的追求者。我今天过来主要是为了感谢你推荐了甜美罐头，让我们的甜美罐头卖得那么火爆。今天来主要是想等你下班，请你吃顿饭，聊表心意。你没有必要这样，我只是在给我的粉丝安利美食罢了，没有要帮你的意思。那好吧，冒昧打扰。等一下，吃饭也可以，不过地方我来选。可以，地方随你挑。红色跑车，没记错的话，保守价400多万。就算陈静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主持人，也不可能开得起这种好车吧？看来陈静的家庭背景并不简单。你叫姜志浩？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那我遇到困难，你是不是也要义不容辞的出手啊？当然。我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同学聚会，但是里面有一些人老是纠缠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明白了，你是想拿我当挡箭牌？离我近一些，这样会显得比较亲密。现在我是你女朋友，如果别人对我有什么心思的话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知道。静静终于来了，我一直在这等你，真是叫人望眼欲穿啊！静静，你这是？他叫姜志浩，是我男朋友。啊，你好，姜志浩。皇家皇妃。他是省城皇家的少爷，家资百亿，横行政商2界，皇妃为人风流，纠缠我的就是他。拿100个我当你的挡箭牌，也挡不住这样一位少爷啊！姜同学是吧？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？他叫苏腾，是皇妃的跟班，家境还算优渥。在家务农。务农？你在家1年种地收入能有多少？够买静静身上1件东西吗？别的不说，就今天晚上这酒吧的消费，起码是你在家种地2年的收入。我觉得吧，人饿了有饭吃，渴了有水喝，就已经足够了。这就是你穷的借口？静静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真的忘不了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说兄弟，你当着我的面给我的女朋友求爱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兄弟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这里有50万，希望得到你的原谅。哼，嫌少，我再加20万，70万，够你在农村盖个小房，娶个老婆了。我不需要钱，而且静静是我的。算了，静静，别跟他废话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亲爱的。咽不下这口气，飞哥，交给我了。喂，帮我办件事儿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举手之劳罢了，多帮我宣传一下甜美罐头就行了。后边有人在跟踪我们，10有8九应该是皇妃的人。真是阴魂不散。前面靠边我来开。
你们怎么不跑啊？我这不是怕你们追不上才停的车吗？找死！兄弟们，给我干他！是皇妃派你们来的？是皇妃的小弟苏腾，是他们给我打的电话。皇妃家里势力很大，如果我们不来，恐怕遭殃的是我们。忘了告诉你，皇妃的爷爷是古武中人，修为很高，弟子众多。这个世界上果然是存在古武的。算了，你们滚吧。谢谢大哥饶命！谢谢大哥饶命！谢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皇妃应该是不会再骚扰我了。这是我的电话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打给我。皇妃家族背景强大，你就不怕他报复你吗？放心吧，有我爸在，他不敢怎么样，反倒是你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会小心的。这2天赚了2万多块钱，折合下来每瓶的利润大概在3块5左右。等到时候甜美罐头的品质宣发出去，绝对会赚得更多。如今罐头的事情已经稳定下来了，不过中药材……对啊，大棚，我们果香村可以引进大棚技术啊，不仅可以打破季节的限制，而且还可以进行全年的种植。对，不过这大棚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啊，还是得找人帮帮忙啊。喂，陈静吗？你好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你有没有认识擅长大棚技术的人？大棚技术，我正好认识一个人，他特别擅长建大棚，我让他明天给你打电话。真的吗？行，那麻烦你了，太感谢了。喂，是江振浩吗？啊，我是陈静说的那个建大棚的。你先跟我说说你那啥情况？我现在是想建一个药材大棚，这样来提高产量。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需要跟你们去那边看一下。真的吗？那太感谢你了。那我们回见。等到药材大棚建立稳定之后，又会有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。到时候我们果香村脱贫致富，那就指日可待了。这确实是个种药材的好地方。这些山虽然把我们困住，但正所谓靠山吃山，我们这儿的中药材要比市面上流通的那些品质高上不少。哎呀，贵客到此，有失远迎啊！老哥说笑了，哪有啥贵客不贵客的？小浩，陈令不是说要实地考察一下吗？你带他去王大娘的药园里看看。好的，王叔，这边。这片呢，就是一处药园。我们村啊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这么一块药园。你准备建多大？建100亩的吧。我们村能用的有200亩地，这一半是用来种植这些药材，另一半就是用来种植果树。100亩的土地，村民会听你的意见吗？嗨，当然会了，我毕竟是村长。再说了，在致富这条路上，大家都还是很支持我的。那行，这个工程交给我就行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代表全体果香村的村民，感谢你啊！这100亩大棚的工程，最起码要700万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100万，剩下的款等工程结束之后再给你。等工程完工后再给就行。啊，那我现在手里的钱就可以扩大罐头厂的生产了。现在罐头厂一天能生产6000多瓶，想要满足市场需求，还需要增设3条生产线。老板找我什么事？快坐快坐。刘师傅啊，咱们现在罐头厂的产量已经供不应求了，我打算再增加2条自动化生产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自动化生产线呢，不需要人工，只需要定期对机器进行维修就可以了。这张卡里有250万，这件事儿就辛苦你去办了。好。身上只剩30万了，
要是拿不出这250万，罐头厂的效率就上不去，到时候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交付大鹏工程，只能这样了。已经筑基期大约满了，今天晚上就去南山突破金丹。出！以后就叫你灵珠吧。我突破到金丹期了。是。我这力量果然变得更强大了。刚才那个功法上说，我现在可以完美驾驭灵气，试试。剑来，竟然真的可以！散！哼，瞬移！我去！哎，真是太爽了！以这种速度移动，以后日行千里也不在话下。不过可惜了，不能在白天用，要是被别人抓拍到，那可就完了。明天去看看生产线，刘师傅说2条生产线到了，看看一天能生产多少片罐头。这里面就是2条自动化生产线，已经让工人们投入生产了。现在一天能生产多少瓶罐头？大概有5万瓶，跟我预想的差了些，应该是资金不够，刘师傅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等以后资金充足了，咱们再换更高级的。你现在重新拟一份合同，我要供货给你们其他连锁的大红发超市。我先走了。你们罐头厂能不能每天多生产些？我这里的货老是供不应求。我已经让人安排新的生产线，正在调试了，估计明天就开始运转了。那你们自动化生产线每天能生产多少瓶罐头？每天大概5万瓶左右吧。这么多？我说你让我重新准备一份合同，签字吧。这样的话，一天能赚20万，一个月净利润大概在600万。又可以垂钓了，在这里垂钓肯定不行，李恒估计会把我当成个傻子。找一家宾馆去那里垂钓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饭店都订好了，你吃完饭再走啊？什么事儿这么急？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宝贝，要是能钓上来法器就好了。来了！一本书？难道又是修炼功法？这鬼门13针，若是全部学会的话，便可生死人受白骨。而且书中结尾还提到，若是通过银针把灵气延伸到伤者体内，不管多严重的伤都可以治愈。以我的资质，目前修炼这前10针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不过这后面的3针倒是需要花费点时间。只要有这本书在手，我早晚便能成为这医学圣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前10针我已经完全掌握了，不过这后3针就仿佛有一堵墙一样，根本跨越不过去。收！这第10针叫做天地回春，能够将受损者的器官全部修复完整。父亲的病有救了。喂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想出院了。正好，明天去把老爸的病给治好，行吧？明天我去医院接你。大夫，您让我出院吧，我儿子刚才真的给我治好了。再住2-3天，
哎呀，小黄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？医生，我爸这情况能出院吗？我建议是再住2-3天，观察一下情况。啥？还得2-3天？不行，我得回家。志浩，陪我参加拍卖会。好，爸，我先送你回家。我朋友找我有点事情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哎，哥们儿，又是来找陈静的。天天穿个地摊货，陈静不会看上你的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哼，切，脸皮真厚。我下班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拍卖会这种场合，我去了也帮不上忙，你喊我去干嘛？本来我是不想去的，但是我爷爷非让我去，去了也没人跟我说话，索性就喊上你了。把我当成话搭子啊？不过带一个陌生人去，你爷爷不会不乐意吧？放心好了，我爷爷虽然是退役军人，但是对人都是很和蔼的。退役军人还不怕皇家威胁？陈静的家族果然和皇家一样庞大。爷爷，哟，哎呦，丫头，你可回来了，想死爷爷了。静静啊，你谈男朋友了？爷爷，您说什么呢？站住！哎，陈爷爷您好，我是陈静的朋友，我叫江志浩。这没提前跟您打招呼就过来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您见谅。多大点事儿啊？那我以后就叫你小浩了。小浩啊，今年多大了？爷爷，你再这样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不问了，别不理我。来，坐。哎，跟陈静说的一样，很和蔼，没有一点点架子。爷爷，这次拍卖会你准备拿下什么宝贝啊？这次拍卖会啊，有一幅乾隆狩猎图。很珍贵吗？珍贵的不是这幅狩猎图，而是上面盖有自强不息的印章。早年间乾隆皇帝的这枚印章就丢失了，所以现在这幅狩猎图很珍贵。各位来宾，本次拍卖会的首位藏品是大清乾隆皇帝的狩猎图。就是这个。乾隆皇帝有很多幅狩猎图，但这幅的珍贵之处在于印有自强不息的字样，底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5万。515万，540万，600万，700万，700万，这么大手笔，那是陈家，咱们还要加价吗？你傻吗？继续加价，跟陈家作对吗？被检验，真的是什么事儿别人都能给你让路啊！700万1次，700万2次，700万3次。恭喜陈老爷子拍得狩猎图。相信各位收藏爱好者对赌石也会有浓厚兴趣。我左边的这件石头是有人放于此售卖，底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。看这外表可能是翡翠啊，万一是一个兵种，那不就赚大发了？我出价60万。好浓郁的灵气，里面的东西绝对不凡，拿下它稳赚不赔。可我身上只剩下30万。怎么了？这块石头很不凡，你能帮我买下它吗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别管我怎么看出来的，我觉得这块石料绝对物超所值。小浩，你有十足的把握吗？我有十足的把握。要是这钱真打水漂了，到时候我全还给您。好，我相信你。100万。都已经是100万了，这么多，这不少。这块石料灵气如此浓郁，绝对能出货。又是陈家，可恶，真不甘心。这个石料真的值100万吗？就不怕翻车吗？人家陈家家大业大，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？说扔就扔的。100万1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3次。陈老爷子，我们现场有相关的设备和工作人员，您要现场切开吗？可以。下刀。色泽温润碧绿，这简直就是高品种的品相啊！让我们看看开出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兵种啊？你再不说，我就要上台看看了。是啊。我去，高冰帝王绿，
这品相能值1000万了吧？恭喜陈老爷子开出高冰帝王绿，价值1000万！哇塞，幸好出货了，而且还是翡翠中品质最好的冰种。天哪，1000万！江之浩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小浩，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呐！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小浩，这么晚了，去我家吃饭吧。好的。小浩，我看太晚了，让厨房简单弄了点饭菜，还合你口味吧？特别好吃，陈爷爷，谢谢您的心意。小浩，能拿到高冰帝王绿都是你的功劳。等换成钱以后啊，就让静静转给你。不用，陈爷爷，我就是提了些建议，真正付钱的还是您啊。你们先吃啊，我上楼上一趟啊。好。陈爷爷啊，您这右腿啊，老毛病了，当年在部队留下的伤。陈爷爷，我会学医术，要不我帮您看看。我爷爷这腿已经看过很多名医了，怎么都看不出来。江之浩，你不是在吹牛吧？你这小家伙，我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也好，看看就看看吧。来，外表没有疤痕，那应该就是暗伤了。小浩，你还随身携带银针呢？我这是担心平时会有什么意外发生，随时带着方便一些。陈爷爷，那我就开始了。好。酥酥麻麻的，还挺舒服。陈爷爷，弄好了，您走一下试试。好。别的神医都是各种疗程，你这扎几针就好了。真是太神奇了，这13针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。爷爷，你这腿真的好了，不疼了？丫头，你看我现在像腿不利索的样子吗？那太好了，江之浩，谢谢你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咱们都是朋友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主要我看陈爷爷这一瘸一拐的，心里也挺不得劲的。小浩，听说你正在修建药材大棚，对吧？是的，陈爷爷。来，跟爷爷来一趟，我送你一件东西。这是我早年收藏的《神农本经》，或许对你的药材大棚有用。这上面竟然记载了提高药材年限的培育方法。陈爷爷，这本书太贵重了。你治好了我的腿，这个东西不算什么。对了，小浩，你拓展生意难免会遇到一些麻烦，到时候可以来找我，毕竟那些家伙还是会卖我一个面子的。有了陈爷爷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，以后那我就敢更放心大胆一些了。小浩，不好了，罐头工厂着火了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小浩，有什么难事尽管打电话。好。有没有人员受伤啊？工厂是晚上着的火，工人们都下班了，没人受伤，只是咱的生产线都被毁了。人没事就行，生产线没了可以再建。具体起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消防队刚走，说有人用白酒瓶子装满了汽油，故意纵火。到底是谁这么报复我呢？钱明还是黄飞？钱明。少爷，您安排的事完成了，甜美罐头厂的生产线被烧得一干二净。做得很好。江志浩，敢跟我作对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江志浩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们俩快给我上，给我干他！江志浩，
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这份事情警长的儿子。今天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敢断我果香村的致富路，我一样弄死你！小郑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，饶了我吧！今天就废你一只手，让你长长记性。再敢有下次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江志浩，你私闯民宅，故意伤人，现在我有权逮捕你，跟我上警局走一趟。他应该就是钱明的父亲钱海涛了，大腹便便的，贪了多少啊？你儿子半夜放火这件事怎么算？幸亏是半夜起的火，但凡要是伤到人命怎么办？打你儿子你就管，那钱明放火你怎么不抓？这兔崽子怎么敢纵火的？不管怎么说，故意伤人就是不对的。江志浩，现在必须跟我走一趟。他是我们的村长，凭什么跟你走？没事的，乡亲们，别让人以为咱们村的人都是刁民。我跟他们走一趟不会有事的。江志浩，26岁，果香村的村长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，你还怪有能耐的。不过很可惜，没有背景，只能任我拿捏。我儿子放火又怎么样？我照样能保他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信不信我能让你在这里待一辈子？你信不信？一会儿你得恭恭敬敬的给我打开。哼，恭恭敬敬。江志浩，你怕是没睡醒吧？这里是警察局，我是警长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头儿，有人找。喂，好。哎呀，江志浩，不对，浩哥，刚刚是我不对，说话嗓门大了点。你看你跟陈家关系好，也不说一声，这不闹笑话了吗？就知道你会来抓我。打完钱明，我就把陈爷爷的电话给王叔了。哼，你刚才那气势呢？哎，人到中年，难免火气有点大，跟您开玩笑呢。浩哥，我让人开车送你。哎，喂，陈爷爷，今天谢谢您。没事就行。对了，那块翡翠我让人打了一双手环，价格翻了几番，给你转了一部分钱。谢谢陈爷爷。嗨，啊！我去，竟然这么多！这次重修工厂的钱也够了。哎，老同学，这2天怎么断货了？各地的连锁品牌一直嚷嚷着进货，我实在顶不住了。这2天忙得逃婚，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呀，这忘了跟你说了，罐头厂的生产线被人放火给烧了。啥？被烧了？你人没事吧？人倒是没事儿，不过重新建制生产线的话，需要几天的时间，麻烦你帮我跟大家说一下吧。啊，行。既然要重修，那干脆全弄成自动化生产线好了，既能提高效率，又能节省一些人力成本。中药材大棚也快建好了，到时候缺人手，这些下岗的村民可以去那里工作。刘师傅，咱们厂现在重建的话，我打算弄5条自动化生产线，不再运转半自动化生产线。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你看能修建什么类型的生产线？1000万的话，能够建5条中型的标准自动化生产线。1000万只能够建中型的，那建5条自动化生产线的话，一天的产量大概有多少？大概20万瓶。哦，行，那你去办吧。哎，20万瓶，一天能赚70万，年利润高达2.5亿，这才是中型标准的。那高级的呢？现在甜美罐头还缺少一个契机，缺少一个能统治省内罐头行业的契机。代言？对啊，我可以给甜美罐头找一个代言人，这样的话，甜美罐头将会再次火爆。按照知名度的话，请1线明星当代言人效果最好，但是他们的代言费动辄就是几千万，请不起啊。哎，李航，我想给甜美罐头找一个代言人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？你找陈静啊，他可是省电视台的头牌主持人。对啊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
最近一直注意到她的身份是陈家大小姐，把电视台主持人的身份给忘了。你让陈静来演，甜美罐头肯定会更火爆，而且其他省的品牌看到商机，肯定会选择与你加盟。那照这么说，甜美罐头即将会火遍全国。这是要干嘛？跟我表白吗？我可配不上陈家大小姐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那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请你为我们甜美罐头做代言。我代言甜美罐头？可我是主持人啊，我们不能私自接商业性质的广告。也对啊。不过我可以想想办法，但是呢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顿饭你请客。好，这顿饭当然我请了。不过你打算怎么能说服你们领导？你不是正在带领果香村脱贫致富吗？甜美罐头不也是脱贫的一项吗？对呀，陈静，该说不说，你这小脑袋瓜挺好使的嘛。江之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，领导同意我做甜美罐头的代言人，不过他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领导听到我讲果香村的脱贫攻坚，想要我们拍摄一个脱贫专题的采访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那你先联系一下广告公司吧，咱们拍好后，电视台会在不同频道投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记得七叔的儿子江志远就是在广告公司工作。哥，你怎么来找我了？你不是在广告公司上班吗？哎，你会拍广告吗？就是在电视上播放的那种广告。当然会了。虽然我们公司走的是线下，但是我对广告传媒一直很感兴趣，还参加了函授班，学习了不少拍摄技巧呢。可以呀，你小子。我来找你呢，就是想让你帮我的这个甜美罐头拍一则广告，这代言人我都找好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浩哥，广告我肯定给你拍好。哎，你说代言人找好了，谁呀？陈静。陈静，就是省电视台那陈静。对啊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给我的女神拍广告呢，浩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这个是我表弟江志远。你好，我是主持人陈静。你好，我叫江志远。行了，咱赶紧开始吧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甜美罐头，甜的是人，美的是心。甜美罐头，祝大家生活甜甜美美。喂，浩哥，那个广告视频我剪好了。行，那你帮我看看吧，辛苦了。哎，甜美罐头，甜的是人，美的是心，祝大家生活甜甜美美。可以啊，拍的还不赖嘛，发给陈静看看。拍的不错，明天来找我谈广告费。真是好久都没喝咖啡了，都有点喝不惯了。对了，咱们这个广告费是怎么算的？他那个广告费是按时长还有播放时间来收费的，像黄金时段，早上8、9点，中午12点，晚上7、8点，这些收费会比较贵。省台不一样，收费标准也不一样。那具体是什么标准呢？像芒果台、江浙台这些娱乐省台，费用会贵一点啊。不过最贵的还是央视台，听说短短10几秒就得500多万呢。哎呀，这咱们毕竟这个甜美罐头还没走出省呢，就先在省台播放吧，先播它1个月。在咱们省台播1个月，费用大概是在35万左右，这还是台长给的内部价呢。内部价，看来陈静在这方面没少下心思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刘师傅，这5条生产线的话，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工？这5条生产线已经安装的差不多了，今天试运行一下，明天就可以开工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要是再不开工，药材大棚的工程款我都付不起了。刘师傅，那这5条生产线的日常维护还是交由你负责，这段时间可能得先暂时辛苦你了。哎呀，您客气了，应该的。我先去忙了啊。好，广告已经投放了，过一阵子甜美罐头肯定会爆火，需求量会更大，到时候100亩的果树产量肯定满足不了生产罐头的消耗。果香村周围1000亩的荒山野岭，如果能得到这些土地的使用权，罐头的原料就不用愁了。看来要去找一下范镇长，征询一下他的意见。范镇长，这果香村的土地已经满足不了发展需求了，我想申请一下这周围1000亩荒地的使用权。我肯定是同意你开垦这些土地的，但是土地这方面一直是上面严格把控，
我需要先向他们申请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。这些年，上面为了果香村脱贫，已经砸了数不清的钱，但是收效甚微。不过这段时间，村民的收益显著提高，上面不同意审批，那才怪呢。好，范镇长，那我等你消息。一些被辞退的村民也来了，看来大家都希望罐头厂能一直开下去。恭喜甜美罐头厂重获新生啊！恭喜恭喜！好了，大家伙都回厂里忙吧。上面果然很重视果香村的扶贫工作，这么快审批就下来了。之后，上面同意你们开垦果香村周围的荒地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只允许先开垦500亩作为试点。好，500亩就500亩吧。那就先这样。看来上面还是不太信任我。今天把大家叫过来，是有件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一声。昨天我已经向上面提出了申请，咱们果香村的发展远靠现在仅有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，要不了多久，咱们这果园里的果子就供不上这罐头厂的需求了。现在上面已经同意给咱们村批500亩的土地，另外这500亩的土地我会按照每家每户每个人头进行合理的分配。可是500亩的土地，不管是种果树还是药材，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。大家伙都听我说一句，咱们扪心自问想一想，罐头厂、药材基地哪一样不是小号出钱建的？哪一样不是为咱们好的着想？现在小号又给大家争取了500亩的土地，难道开垦荒田不该咱们自己出钱吗？小浩这孩子行，我那几分地的果园现在都卖1000多块钱了，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我愿意自己出钱开垦荒地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行，那大家伙就先散了吧。好，行，走，走了。王叔，这开垦荒地的资金，现在罐头厂刚刚投入运行，本来资金就短缺，你还要再交付大棚的工程款。如果这开垦荒地还要你去填钱，万一罐头厂资金链断了，你可怎么办？况且也不能让他们什么事儿都依赖你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他们都会觉得有你顶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一天下来竟然卖了80万元，看来这广告投入的效果已经出现成效了，要不了几天就能凑够大分的款钱了。小江，有什么事吗？哎，宝哥，我想问你一下，这边开垦荒地的活你接吗？接啊，怎么不接啊？行，那太好了，那明天你来村里一趟吧，咱们明天见。那挂了，我赶紧安排一下。好。好了，工程队也有着落了，明天就能开垦荒地了。王叔，你看我这地界画的咋样？这东边挨着泉水，到时候咱们浇水啥的也方便；西边正靠着山，还能帮咱们挡风沙。还是你这脑袋灵光啊！王叔，你那腰要是不舒服的话，你回去歇一歇吧。没事，俺不累。小江，这个土层下面全是碎石，得用破碎机先处理，要不然果树扎不下根啊。就是这机器租金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。需要多少钱？需要什么设备？尽管调。另外，这会儿先叫村民们把上面杂草先处理下，等到破碎机来了之后再深翻一下。小浩，我发现一大片野山楂树，把它们都移植到果园吧。可以啊，这野山楂这东西酸劲足，到时候肯定会受大家喜欢的。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，千万不要伤到根部。行了，你们都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走。这是神农本经里记载的活土丹，有这宝贝催着，荒地变良田最多半个月，还能使果树提前成熟，品质更高。浩哥，俺们刚才挖到了一个泉眼，不大，但是够家旁边那块地了，省得咱跑那么远挑水。这个好啊，咱们到时候可以再挖个蓄水池，埋几个管子，正好把水给引出来。啊，对了，你跟王叔说一声，这几天肯定要下大雨，让大家抓紧干。等到时候
这破碎好的土地泡透了之后，咱们也不用再浇水了。今天晚上回去，咱吃烙饼啊！喂，刘师傅。老板，办公室有人找你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哎，谁来找我呀？您就是江志浩吧？你是谁？我叫边小军，是来应聘工作的。这是我的简历。请坐。罐头厂确实缺人手，但是也没有放出要招聘的信息啊。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啊！我想以你这实力，要出去随便找一个年薪100万的工作，不在话下吧？为什么偏偏选择我们甜美罐头厂呢？因为这里有好吃的罐头。开玩笑的，我觉得甜美工厂的潜力很大，很有光明的前景。师尊说这里有很奇妙的灵力波动，特让我来探查，只好先伪装一下了。那么你期望的薪资是多少？1个月给我1万就行。甜美罐头厂欢迎你。接下来你主要就负责销售这方面的工作就可以了。马上会有一批人打电话来联系加盟的事情，到时候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绝对能够妥善处理的。没问题。哎呀，还是家里好啊。爸，虽然说你出院了，但是你这身体还得再养好些日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浩，听说你现在带着大家在开荒呢？别把自己给累垮了，咱不着急啊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这身子骨硬着呢。只要等我把这500亩地开荒完了之后，到时候再种上果树，这罐头厂就不会再缺原材料了。哎，啊，谢谢。老板，这是来谈加盟事宜的张总。你好，我是甜美罐头厂的老板江志浩。我是思源食品有限公司的，今天来谈一下加盟合作的事宜。请坐。终于来了，广告没白跑。江老板，你们家的罐头品质确实没话说，但是50万的加盟费确实太高了。我考察过其他品牌，最多也就30万。边小军能报50万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按他的意思来。您说的这个价格呢，我们也很清楚，但是我们甜美罐头主打的就是一个零添加，而且我们的零售价格要高于同行30%，再加上我们这个回头客更是多到不愁销路。我担心的是旺季的时候就产能跟不上了，万一断货的话就非常麻烦。我们日产20万罐，而且是100亩的果园，您觉得可能会断货吗？行，我签了，希望我们能长期合作。行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可以啊，就算我不来，这个客户不也被你轻松拿下？那是，我可是金融管理专业的高材生。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去荒地那边栽树了。我也想去。不行，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而且你还得留在这儿接电话呢。小浩，你这往里面撒的是啥呀？啊，这个是可以给果树增加营养的肥料，到时候你们种完树之后也可以往里面撒。几个月这果子就能结出来。几个月果子就能结出来？这么厉害，吹牛的吧？这我跟你吹啥牛啊？这是我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，按照古法炼制出来的。这个既能缩短果子的生长周期，而且到时候结出的果子又大又甜。哎，大家都可以过来拿一下来。那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来，你的拿着。行，这种完树都往上撒一点，都赶紧去种吧。会不会撒的有些多了？今天晚上来这里看看情况。灵气波动更强烈了，就在荒地那边。今天晚上必须一探究竟。看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，而且这些绿色的光点只有修行之人才能看到。江志浩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这儿？还好有师尊给的逆袭符。
那些绿色的光点就是灵气波动的源头了，得赶紧回去禀报师尊。谁在那里？没事的，师尊说了，就算是金丹期的修士，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这个逆袭符。一位修士，皇妃的人，这是用了类似于隐匿气息的宝物吗？不过既然来了，就没那么容易走了。我被发现了，怎么可能？这可是……难道江志浩是金丹期修士，甚至是金丹期之上的元婴期？风！说，是不是皇妃派你过来的？金丹期，这就是金丹期修士的威能。不要！熟悉的声音，你到底是谁？边小军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算个什么事儿？头好痛啊！你主要是因为体内的灵力枯竭，所以才会感到头痛。你别过来！我有这么恐怖吗？我就是过去看一眼，你就要打死我。那个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以为是我的仇家又找过来了。那个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这个，你要不舒服就喝点热水，然后今晚就在这睡吧。叔叔好。小浩，你怎么……爸，别多想，这是我们罐头厂负责销售的边小军。昨天晚上我在荒地遇到他，然后就给他带回来了。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去荒地那边，确实不安全。没碰到江志浩，我一直很安全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回罐头厂了。好。慢点啊！我还没问你呢，大晚上你去那儿干嘛？不久前，师尊感应到这里灵气波动不正常，让我过来调查调查。师尊？你是哪个门派的？我没有门派，只是跟着师尊修行。师尊道号隐尘真人，法号玄尘子。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元婴期的大拿，幸好没跟他交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我问你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别跟我说没有，我不相信一个散修能修炼到金丹期。我在师尊的教导下，前阵子才刚刚筑基中期。可我真就是一介散修啊，不过是有点奇遇罢了。不想说算了。那些绿色的光点是什么？那些叫做活土丹，能够提高土壤的肥力，是我从一本古籍上看到的。什么古籍啊？还不知道边小军背后那位玄尘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还是小心些为妙。不告诉你。我才不稀罕。又能吹掉了。这个你留在这里继续打电话吧，我出去一趟。每次垂钓都像是在开盲盒，只不过这里面全是宝贝。一本书，难道又是什么功法？符箓？不会是道家的那种吧？这里面不仅仅包含着道家符箓，而且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符箓，比如能洗涤身上污秽的净身符，能够3天不用吃饭的辟谷符。收！回家准备朱砂和符纸，试试这符箓的效果。哼！成了。要是没有这金丹期的灵力加持，说不准还不容易成功呢。画了一张辟谷符，让我再试试其他的。一共花了3张辟谷符，3张净身符，还有1张避雨符，
以及一张防御力十分强悍的地固符，外加2张攻击力巨强的雷火符。哼，说，有了这些符箓，我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武器自动补给库啊！江志浩，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长，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修行者。你去联系一下凌云宗的人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办了。好的，少爷。江志浩，让你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别以为我就会忘记你把陈静从我身边夺走这件事儿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大家先看一下大屏幕，咱们现在所有的大棚都已经进入到了物联网，温度、湿度、光照这些随时都能通过手机实时进行调节，这样咱们生产出来的药材就会比之前的质量要高上一大截。懂了，有了这些高科技，以后工作就轻松不少啊。大家都是各家派来的代表啊，一定要认真学，有什么不懂的就说出来，让江村长跟陈岭给大家解答。这样，这会儿没事的可以跟我去大棚实地看一看。这大棚白天阳光吸收很充足，药材品相特别好啊。哎呀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也没见过药材长得这么整齐，跟用尺子量过似的。对啊，这可都多亏了小浩啊。嗨，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，而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哎，对了，陈大哥，这是工程款，一共700万。我不急的，你一下复兴700万，你的罐头厂不会受影响吧？之前这一下复兴700万，的确对我来说挺难的。不过最近这罐头厂召开加盟了，有好几个加盟商进来，让我赚了笔。好。出！在家的时候又画了4张地固符，按理来说这玩意儿也是能稳固地基的。哼。这样的话，不仅地基稳固，而且还能识别外乡人的气息，做到防患于未然。出！虽然说这里面的灵气很充足，但是自打我金丹期大圆满之后，就再吸收不了了。倒是也不奇怪，要是只吸收灵气就能突破到元婴期的话，那大能岂不是遍地走了？还是留在药园里滋养药材吧。到底怎么才能突破到元婴期？喂，你明天不出门吧？不出门，怎么了？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采访，省台明天要去拍摄，让我通知你一下。哦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不用大张旗鼓的迎接，你们该干嘛干嘛。明白了，明天我和王叔到时候在村口等你们。这个脱贫采访播出后，果香村会引起更多的视线，到时候甜美罐头肯定会更火爆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以前的省级贫困村果香村。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人均收入不到3000，脚下的道路也是泥泞的土路。而现在，大家请看。这是一条崭新的柏油路，也是果香村脱贫的关键之路。有了这条路，果香村的中药材还有水果都能够运输出去了。我旁边这位是带领果香村脱贫的关键人物，现任村长江志浩。这位呢是前任村长王富贵，王大爷。哎，要不是小浩啊，咱们村还在土路上蹩脚呢。现在好了，这柏油路都通到了家门口，罐头厂啊天天转，我们呢那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。这些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大家努力之后的成果。您看那边，这100亩的药材大棚都是实现了智能温控，果园里的果子都是直接加工成罐头，实现了真正的零添加。而且光这段时间的加盟商都已经高达了5家。
咱们厂里呢5条生产线全开着呢，一天能出20万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果肉饱满多汁，瓶身呢已经标注了零添加。江村长，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做高端罐头这条线呢？我们村的果子非常甜，之前果子都烂在地里了，特别可惜。我想让它做成罐头之后，让所有人都能尝到我们果香村的味道。听说咱们村子正在开荒，江村长能不能带大家去看一下？可以。这些果树都是我们刚栽的，大部分都是些桃树和山楂树之类的。这些哪是果树苗啊，明明就是果香村的致富苗。江村长，这片土地您什么打算啊？这里呢，一共有500亩地，这其中的200亩我打算用来种果树，剩下的300亩用来中药材的深度加工。看来江村长已经对果香村的发展有了明确的规划。那不是陈静吗？省电视台主持人，我在电视上见过他，他怎么来了？接下来我们去采访一下当地的村民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讲的。你好，请问能采访一下您吗？当然可以。对比之前，您现在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吗？当然提高了，以前这只要能活下去就行了，现在有的家里装了大彩电，有的装了大冰箱，日子比过去好多了。如果没有小浩，什么都不会有。耗子叔叔最好了，他会给我买雪糕吃。你们先去拍点素材。没想到你在这个村子里还这么有威望。嗨，哪有什么威望不威望的，只是不想让大家伙穷下去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江志浩，我发现你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元婴期需以金丹为核，引天地灵萃，淬炼神魂，还要辅以化婴丹，打破境界壁垒。这化婴丹的药材清单，光千年雪莲和幽冥藤就闻所未闻，看来急不来啊。收。好浓郁的灵气啊，比起宗门差不了多少。这里有股怪。好浓郁的灵气啊，比起宗门差不了多少。这里有股怪。这里有防御屏障，根本靠近不了大鹏。一介散修，他设的防御障能有多强？看来比我想象的更强。那就只能暴力破坏了，加大灵力。来了，谁敢动我的药材大棚？哼！你们是谁？江正浩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问那么多干嘛？既然目标已经出现了，杀了便是。不自量力！受死！不自量力！受死！什么？你是金丹期，皇家情报工作怎么做的？说，皇妃派你们来做什么？我们是凌云宗内门弟子，你敢动我们，宗门不会放过你的。江志浩，我奉劝你三思而行，凌云宗的体量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我说，是皇妃派我们过来毁掉你的大棚，如果遇见你，直接杀掉你。看来跟皇家的恩怨已经是不共戴天了。江志浩，我们的林长老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哼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哼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江志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怎敢废掉我们弟子？哼，我这力一不小心没控制好，就废掉了。找死！灵火符，江志浩怎么会有攻击力这么强的符箓？起！为什么控制不了灵气了？不！你是金丹期大圆满。
你是金丹区大圆满，你想干什么？宗主不会放过你的。长老，长老，带着你们的长老赶紧滚！另外，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再敢来犯，来一个杀一个。出！凌云宗的宗主大概率是元婴期修士，若是真的杀过来，我将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鱼竿每次垂钓上来的东西都是我当时急需的，搞不准这鱼竿真有灵智。要是你有灵智的话，就助我突破这次难关。我想你知道我应该需要什么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在死之前将你埋到万米深坑里，让你永远埋没在这历史的长河当中。果然有灵智。我想这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事儿吧？哼。那么就在埋你之前，我把你扔进粪坑里边，日日夜夜的让你浸泡在其中。果然可以垂钓了。我想要什么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这股比金丹气还要强烈的气息，难道这是化阴丹？你真是我的宝贝。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逗你玩的啊，你千万别当真，咱俩可是天下第一好啊！说。如果突破元婴期的话，要经历雷劫，可以去南山的深山里面，那块没人。不管怎么样，天劫都是万分凶险，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昨天画了这20张地固符，也不知道够不够用。无名修炼功法，助我突破。好强的力量，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天劫要来了吗？这天劫的威力比想象中强大多了。起！必须尽快凝聚元婴。成了，我突破到元婴期了。元婴期的力量果然不同凡响。凌云宗，皇家是该做个了断了。一群废物，连个毛头小子都搞不定。宗主，皇家那里的情报有误，江浙号的真实修为是金丹期大圆满，因此老奴才失手啊。金丹期大圆满，那岂不是只有宗主才能稳操胜券的拿下他？罢了，老夫就亲自走一趟，你们两个护好宗门。是。境界巩固的差不多了。难道是上次让我下的太过了，这么快就有反应了？出！一根棍子。囚龙棍。这简直就是神器啊！这个棍子一共有2个技能，
第一个技能叫做龙吟，能够发出龙吼来震慑住敌人，而这第二个技能叫做龙威，只要我将灵力注入到棍子其中，就能发挥出强大恐怖的威力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也不缺武器了，再也不用灵气化剑了。江志浩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果然是元婴期，只不过是初期。来得正好。小子，你废我门人修为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元婴期，你竟然也是元婴期？哼，刚突破而已。哼，鬼才信！今天就让你看看元婴之间亦有差距。好机会！怎么会有龙吼？你那根棍子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哼，打赢了我就告诉你。金雷！老牌的元婴期还是不能小觑。小子，被雷劈的爽吗？老牌的元婴期还是不能小觑。小子，被雷劈的爽吗？让你也尝尝被雷劈的滋味。一般而已。那这个呢？什么时候？求求你别杀我！你不是要对付皇家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怎么帮？我有皇家勾结境外势力的犯罪证据，只要你别杀我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这是皇家勾结境外势力的犯罪证据，他们倒卖古董，倒卖矿山战略资源，这是皇家给我凌云宗的通明状，本来我想用来保命的，只要你别杀我。废修为，若敢骗我，天涯海角取你狗命！小浩，出什么事了？陈爷爷，我想让皇家垮掉。皇家体量太大，很难扳倒他。陈爷爷，您看看这个。皇家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触犯国家底线！这些证据足以杀死这个国家蛀虫了。小浩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。您办事我放心。皇家果然家大业大，没想到证据如此充足的情况下，扳倒他们依然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。不过这段时间果香村可谓飞快发展，荒地开垦完成，中药材在灵珠的滋润下一茬又一茬的冒出来，甜美罐头已经在全国各地上市，果香村村民能够月入6、7千，也是终于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，甚至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。睡吧，明天还有一场颁奖典礼呢。今天咱们果香村正式被摘除了贫困村的帽子，成为市里的小康示范村。这一切呢，都要感谢我们的村长江志浩。江村长，现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？乡亲们，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咱们果香村只是脱离了贫困的阶段，达到了平均的水平。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带领村民们富起来。小江，这位是省里的领导。江同志，感谢你对果香村的贡献付出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乡亲们，咱们的好日子来了！好。